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先说两件事情啊，关于我频道的。第一件呢，就是 YouTube 出现了一个假冒我频道的人，那趁着我账号呢目前没有完全恢复，那假借我的频道名称呢在招摇撞骗啊。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一搜这个蒙面财经呢，出现在前面的两个视频都是这个假冒者的啊，那不是我的视频。然后如果你点进去他的频道页呢，是这样的啊，大家可以识别到。那另外呢，就是请大家啊帮我举报这个频道主，在频道页啊，在他的频道页你点击简介，右边有一个小旗子，然后点击举报用户就可以。那第二件事呢，就是很多热心的朋友建议我开一个备用号啊，那我也去开了。这个备用号呢就叫蒙面财经 Mask Finance 备用号，大家可以去关注。那我会把这个链接呢放到评论区置顶，大家就可以看到。那我今后呢会在两边都上传视频。后面如果主账号如果恢复了呢，我就继续使用我的这个主账号啊，那是最好的。如果没有恢复呢，我就两边同时上传视频。好了，交代完这两件事呢，就给大家讲今天的主题。那今天的主题呢，就说两件事。第一件呢是关于这个广州非常大的这个 P2P 平台啊，也就是小牛在线，那它爆雷了啊，然后再给大家引申一下，就是 P2P 为什么这两年迅速的崛起啊，这几年迅速的崛起又迅速的陨落。那官方呢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啊？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遏制互联网金融 P2P 的发展？那第二件呢，就是说一说招商银行金葵花用户卡的这个资产的占比啊。大家可以看到，通过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叫真正的2%和80%的分化。那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小牛在线啊，这个小牛在线呢是号称广东4大 P2P 巨头之一啊，非常大体量。那2013年3月份成立的，发展非常迅速，成交额呢从1个亿突破1000亿啊，只用了5-6年的时间。那2018年3月份呢是小牛在线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后面没过几个月，也就是2018年6月就出现了这个部分项目的逾期。那之后呢一直也是不死不活的，到了2020年5月份啊，也就是在前几天呢，也就是5月9号这一天啊，平台宣布良性退出啊。所谓良性退出呢，就是说它不跑路、不失联啊、不撤资啊，所谓的。那目前整个平台的这个借贷余额呢是104亿啊，就是说有104亿，目前还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清偿。那涉及到的这个出借人呢是大概11万人。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平台的一个目前的状况啊，就这个平台目前它借款人的总数啊是116万人啊，刚才我说的是出借人啊，这现在是借款人，然后借贷的这个余额刚才讲了104亿。那这里面是怎么分布的呢？啊，其中借1万到5万的这个借款金额人的占比最高，有 37.5%。那5万到10万的借款金额的人呢，占比是 24.22%。那10万以上的借款金额占比呢 22.96%啊，1万以下呢是 15% 点多。所以从这个分布大家也可以看出来，那借款人基本都是一些啊，就可以说是小额借款人啊，你可以说他是小微企业也好，或者是小微个体工商户也好啊，都是一些非常小的个体，借款金额呢普遍是在5万到10几万之间啊，比较小。那整个这个平台呢啊，这个到了5月9号宣布良性清退以后呢，后面公安局啊，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啊又出了一个公告，它呢其实就是督促啊这个小牛平台或者是监督它能够这个切实的这个所谓担负起这个清退和化解风险的主体责任啊，加强与出借人的有效沟通，保障出借人的合法权益啊，其实主要就是这个站在后面啊，督促这个小牛在线平台能够实现一个良性清退啊，不要造成大量的这个金融维权人士给这个整个这个政府啊，或者是整个公安系统啊带来很多的麻烦。那好，这个小牛在线呢就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其实 P2P 的这个大量爆雷呢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啊，而且从15年就开始了，从那个时候易租宝啊，一直到这个包括团贷网啊，一直到这个小牛在线啊，其实已经大量的 P2P 都在爆雷。而且整个从18年19年呢，官方就开始在清理和不断的清退啊 P2P 的各种各样的平台啊，希望达到一个良性的退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很少有人去分析整体的这个互联网金融 P2P 它为什么啊何以发展到这么大的一个程度规模，牵扯到这么多的人，又何以突然在1-2年之间呢突然崩溃其实呢就是在其实这里面是有背景的啊，其实真正背景呢就是在15年之后啊，中国的这个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其实它融资啊，它或者说经营它遇到了困境啊，两方面的困境，一方面就是经营困境，一方面呢就是融资困境。那 P2P 的借款呢，刚才从这个小牛在线大家也看到了，大部分呢都借给了这些
小微企业或者是个体工商户这个借款的金额普遍不高，基本就是这个1万到10万之间或者10几万都是比较小。那这些借款呢，其实变相的起到了给中小微企业输血的目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官方呢对这种各地这种雨后春笋一般涌现的这个 P2P 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点乐见其成的这个态度。因为 P2P 呢，它确实可以缓解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可以起到给中小微企业输血续命的目的。而这个中小微企业呢，又是这个就业群体的一个主力，对吧？那 P2P 可以缓解。那其他的这种正规的金融机构呢，它是不可能给这种孱弱的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对吧？你要么没有抵押物，要么呢你经营能力这个现金流不强，那银行这些机构是不可能给你贷款的。那中小微企业整体来讲呢，可以说是中国整个企业层级里面最末端的一群企业大家可以想一下，整个中国的这个企业的一个群体分布最顶层的信用最强的肯定是央企了，对吧？100几家、100家的央企不用说了，接下来就是各地的这个地方的国资的这个国有企业，这也是信用层级非常强的然后紧接着是一些大型的民营企业，对吧？实力非常强的龙头企业。再往下呢，就是可能一些普通的上市公司，对吧？然后你再往下就是中小微企业，然后再往下呢，可能就是一些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非常非常孱弱的小微企业。那这些企业呢，其实承接了大量的就业。如果你要放任他们生死有命就是听之任之的话，那很有可能整个这个小微企业就会迅速的死掉因为它经营能力很弱。整个在15年以后，本来实体行业的经营就愈加困难。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导致这个失业的蔓延甚至威胁这个社会的稳定问题。所以政府呢，在15年、16年之后呢整体上15年、16年这个采取了一个对其放任的一个态度可以某种程度上说呢 ，P2P 确实有替政府解决这个中小微企业融资和续命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可以看到第二个背景呢，就是很多呢中产阶级呢经过多年的奋斗手里呢有了一些闲钱和储蓄。但是这些储蓄呢，他们又不敢贸然介入股市，尤其是15年股灾之后人们对股市的这种畏惧心理是非常非常强的可以说是畏之如虎。那如果买房呢，可能资金实力又不够，对吧？你买一套可以，可能后面再买第二套你可能首付都不够。那你手里面有个大几十万的钱，你做什么呢？放在银行呢，你又不甘心，对吧？此时 P2P 闪亮登场，恰好迎合了这个大批中产阶级的青睐。那年化的收益率呢，也普遍可以达到12%到15%远超一般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15年之后的 P2P 能够跨越式发展的一个原因一个是手里头很多人确实有一些闲钱第二个呢，确实有这种社会的需要这个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需要但是企业的经营困境呢，不会因为融资的取得而得到解决。大量的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困境呢，其实依然是堪忧。那在18年4月以后大家这个应该感受非常明显。在18年4月，中国经济整体进入总需求开始持续下滑，也就是经济下滑的这个阶段。那各种 P2P 的暴雷呢，就基本陆续开始了。那其实本质的原因还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困境的加剧，在叠加前期融资到手的钱呢消耗殆尽。那此时呢，一幕幕的这个 P2P 的暴雷以及持续不断的这种金融维权事件就开始展露在大家面前我相信大家看了不少这种金融维权案件团贷网这个易租宝后面的这个包括正大理财对吧？去年的正大理财，很多的这些金融维权事件不停的在展开。那最后总结一下，整体来讲呢就是 P2P 的整个的发展过程呢可以说是前期呢政府是听之任之乐见其成其中呢甚至不乏有一些地方的官员为这些部分的 P2P 这个平台去站台背书也有这种情况。那到了后期呢等到 P2P 开始大量暴雷呢官方这时候介入开始推动 P2P 的清理和退出。那整个 P2P 的大戏呢从高潮到结局非常快短短的也就不过5-6年的时间。那参与其中的人呢，但是却是成千上万的是可以达到几千万甚至。那这也算是整个中国金融史上浩浩荡荡的一个大型的一个你说是演出也好大型的一幕剧也好那各种滋味呢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那 P2P 的发展呢，初期的官方的态度呢是比较暧昧和温和的这个因为 P2P 可以激发经济的活跃度大家知道，如果钱你如果不流转起来只是握在手里，那就是死钱，对吧？你只有通过流转让它这个流转起来，
让它给到这个借钱的人手中啊，才会刺激经济的发展啊。所以 P2P 的这个初期呢，确实有这么一个效用在里面。好，这是第一件事啊，第一个就是给大家分享了由这个小牛在线的暴雷而引申到这个 P2P 的整个的发展背景啊，以及这个当时各个地方政府的一个态度。那下面呢，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金葵花客户啊，就是这个招商银行的金葵花客户的资产的一个占比，让大家体会一下什么叫真正的2%和80%的分化。大家先看这张图，这张图呢，金葵花客户大家应该知道啊，就是日均总资产在50万以上的客户啊，不管你这个总资产是储蓄还是理财产品啊，都可以50万以上日均资产。那大家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可以看到啊，先看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零售客户的总数呢，从3375万啊，也就是07年的3375万，增长到这个19年的1.44亿户，翻了大约是4倍。那金葵花客户呢，从29万是增长到265万户，增长了8倍多。那金葵花的客户的增长速度啊，明显快于普通零售客户。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金葵花客户的这个资产占比啊，大家可以看到，在2019年，金葵花客户的数的资产占比是在1.8%啊，但是这个金葵花客户资产的占比呢是81.2%啊。它这个是从2007年，就是这个金葵花的这个资产占比，大家可以看到，从07年的这个占比是55.1%，然后逐步上升到这个81.2%啊。那大家看黄色那一栏呢，就是金葵花客户的占比啊，在2019年是1.8%，那资产占比呢是81.2%啊。其实也就是说，这个不到2%的金葵花用户占据了80%以上的资产，所以早就不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这种2-8分化。财富的真正分化呢，其实早已变成了2%的人占有80%的资产啊。那这个可能才是当今社会财富鸿沟的这个巨大分化的一个真相。那招商银行的用户是这样啊，我相信其他银行呢也8-9不离10，大概的这个分布呢就是2%的人啊占据70-80%的一个资产。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金葵花用户的户均资产啊，它的户均资产呢在230万元。那我想这2%里面呢，应该还有一个巨大的分化，也就是2%里面的人呢，又有少部分人占据了大部分的资产，所以这个230万的户均资产呢，也是被平均了的啊。如果你是去真正的他把中位数披露出来的话，我相信大概中位数在100万左右啊，达不到230万这么高。那2%的金葵花用户里面呢，有少部分人占据了这种大部分的资产啊，我斗胆猜一下，我估计呢可能是。就是大概一共是1/1000的这个招商银行的这个总客户的1/1000啊，可能占据了将近40-50%的资产份额啊，有可能达到这种程度。那好，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其实这个金葵花用户的资产占比啊，这些数据呢招商银行在每年的年报里面呢，它是有披露的啊。你像18年的这个披露啊，这个和那个数据也对得上啊。他说本公司零售用户1.25亿户，然后这个金葵花客户呢是236万户啊，这个增长多少，然后总的资产余额呢是6.8万亿啊，金葵花这个用户的资产，那其中金葵花用户资产是5.5万亿啊，总的零售客户总资产是6.8万亿啊，跟上面那个数据是对得上的，占了差不多80%啊，这个水平。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P2P 巨头小牛在线的情况，并且给大家引申了一下为什么官方呢一开始对这个互联网金融P2P 听之任之的态度。接着呢又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招商银行金葵花客户的资产占比的一个情况。那我从数据上呢更深刻的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2%和80%的分化早已不是2-8分化。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希望呢我的主账号能早日恢复，假冒者呢得到惩罚，也感谢我的铁粉与我一路共同成长。那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